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85.80， 收盘价是在 178.01，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最低价是在 176.9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8203.82 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69 倍量缩。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下行的走势。MACD 快线上穿了慢线，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多头趋势开始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回档中。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下，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当日 K 线相对低的位置，然后呢收盘价又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那我们也会关注到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之后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大幅的量缩。那这样一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那极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那如果出现一根补量下跌的 K 线呢，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再次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那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与前两根 K 线形成了连三红。一旦出现连三红将会建立一个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下行的一个动能。那么我们说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去测试168，甚至是跌破168。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我们说下行的一个解读。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出现反弹。那出现反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虽然这根红 K 是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但是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甚至之前的这个交易日它呈现的是量缩。那么一旦出现量缩，再含有下影线呢，同时我们会看到依然是在20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的。所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也不排除股价会出现反弹，但是它有一个条件，就是在6月17日盘中股价必须要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或者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运行，也就是在177附近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这是一个我们说这是反弹的标志好，那么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80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185这个位置。那实际在6月14日收盘价是在178.01，
1出现了一个这样一个下跌或者是一个大幅的回档。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180啊，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同时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因为我们预测收盘价在180啊，下方也是在177附近遇支撑。对，那同时他们的就是我们预测的收盘价是在180，它和实际出现的收盘价178，它们的性质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但是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对，所以呢，这个对于6月14日这样一个的预测呢，我们的预测的方向是正确的，是一致的，和实际的发生。对，好，那我们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在今后的视讯当中啊，我们会加强对前一期视讯预测的结果的一个这个叫做描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确定这个方向，例如在6月14日收盘在178，我们为什么去认为它是方向是一致的，或者它是完全错误的，或者它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在今后的视频当中呢，会加强这方面的说明，以方便各位网友呢能够了解，就是我们在判断股价的走势，实际走势和之前预测是否一致呢？我们进行更详细一点的说明，以帮助大家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标准。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极有可能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补量的下跌，但是也不排除会出现反弹。那么既然也有上行和下行的可能呢，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6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因为在6月14日出现了继续回档，那么6月13日这根 K 线最高相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成为了前高，所以呢并且这个高点呢又相对于之前是头高，下方有底高，那实际上现在是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然后股价是出现了回档，所以股价在回档之后，如果继续上行，一定是要站上前高，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做一些调整，是6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91这个位置，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那么站上它的目的呢，就是要继续出现头高，继续自5月10日以来的叫做多头趋势。对。好，那我们再补充说明，虽然我们说在5月13日出现了一个相对于5月21日出现了一个高点但是呢，现在并没有瓦解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因为6月13日虽然出现了高点，但是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高，也就是5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86.87这个位置。对，所以目前这个空头趋势，也就是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并没有被瓦解。然后目前呢，股价对于自5月10日以来是确认了多头趋势，出现了头高，那么需要股价再次确认，也就是191这个位置将成为日后股价上行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对，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目标，再次出现头高。好，那么我们说在到达191之前，目前的压力位就是6月14日这根红 K 的最高是在186这个位置，186将成为股价目前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好，那191如果被站上，将会继续这个多头趋势，第二个目标不变，依然是199。我们变换一下颜色。
好，它将成为第2个目标。那这个位置实际上也是一个强压力，它正好是在200关口附近。然后第3个压力位就是206。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下行，下行目标不变，依然是168。跌破这个位置，我们说将会继续或者说确认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再次出现下方低底低。那这是它的第1个目标。在到达168之前，目前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也是重要的标志。那5日均线值呢，我们测算在6月17日，我们测算5日均线值是从176一直到178，所以我们取中线177这个位置，也是前低这个位置，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连3红。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架构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测试168。好，那168被跌破，接下来目标就是139。139再被跌破呢，我们会看到它将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中长期的空头趋势再次出现底底低，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2。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一个分析说明。然后我们再来看，在6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我们仍然取177这个位置，因为这也是之前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也是取的这个位置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中线。那目前这个位置不但是5日均线值的中线，也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所以在6月17日盘中，我们说股价如果能够在这个前低的上方运行，才有反弹的可能，对，它会收高。但是如果股价是在177下方运行，尤其是在当日如果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股价继续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出现一根大幅下跌的 K 线。对，好，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77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10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含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的一个小绿 K 线。那我们说这根 K 线连续4个交易周，我们会看到都会出现含有上下影线几乎是等长的小绿 K 或者小红 K， 也就是股价目前一直是在这个地方进行横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上方和下方不断会向上和向下去测试，但最后收盘价依然是一直是在178附近哈。那么我们会看到在当周出现这根 K 线呢，收盘价是在178.01，在当周的5均值下方1点，然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是量增，其实这又出现这样一个几乎等长的小绿 K 线呢，它又是一根休息的 K 线，所以继续我们说给股价的后续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对，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依然会。我们认为上方有可能会测试190，下方有可能会测试168。那如果上方和能够就是说上方有空头力量介入，下方有多头力量介入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依然会在这个区域内继续去横盘。
对，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调出辅助线，我们来看看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本周的走势的一个预测。那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呢，说在6月10日当周收高可能会收在185，如果收低呢，可能会在165。但是呢，在当周股价依然没有选择的突破，上方虽然是出现了高点，但是我们会看到依然股价会被压回，说明股价上行还是有压力的。我们也会看到成交量是量增哈。那么我们给的这个观察线是前一周 K 线最高182和下方的172，那股价呢收盘价和前一周基本也是在相同的一个位置出现了几乎是平盘。好，那么基于我们说这些信息呢，我们继续给出在6月17日当周的走势。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收高，我们认为会收在195附近，我们仍然认为它会收高，或者说是出现更大幅度的一个震荡。对，然后下方如果收低呢，我们认为会收在156这个位置，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因为随着连续4个交易周股价的这个出现的幅度其实是自4月29日以来，我们说股价是出现了一个收窄，然后再次在6月10日出现一个大幅的震荡。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的交易周股价很可能会选择方向。那选择上方，我们认为会收在195；如果选择下方呢，我们认为是收在156。当周我们要给的这个观察线是前一周这根 K 线的实体的上沿，就是在178附近，我们把它调整到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在当周能够在178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是很容易收高在195附近。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盘在156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一个解说。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么回到日 K 线图，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是在6月12日收盘价178这个位置，5%进场。目标位呢是181到182。那我们说连续2根 K 线呢股价都是到达了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仓位很有可能是已经获利出场的。对，那我们给的是止损位一直是170。对，好，那么这个多头仓位应该是已经获利出场的。如果没有获利出场，说等待继续守止损，然后等待继续加仓呢，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是目前还会持有。那么到6月14日收盘价在178.01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因为出现了一个股价继续下行，虽然还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但是呢收盘价是在前低的下方，在技术上出现这样的指标是不可以进场做多或者是加仓的。好，那么这个仓位如果到了6月17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我们依然守这根绿 K 的最低是守170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我们认为要守的位置就是186和191，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168。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我们首先来看压力位，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186，
第二个压力位是191，第三个压力位是199，如果再给出一个压力位就是206。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各条均线值，包括前低，它们的范围是从176到178之间，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是170，第三个支撑是168，第四个支撑我们给出是158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对于6月17日，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股价极有可能会出现反弹。那出现反弹的条件是当日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8，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86，收盘会收在183附近。出现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我们给出为什么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会是反弹呢？就是出现这样一根实体长红 K 线，然后下方出现的是成交量缩，那我们认为各条均线值包括这根 K 线前低仍然是强支撑，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高开盘，证明有多头力量进入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容易支撑住股价从而使股价出现一个反弹。对，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预测的理由。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可能，就是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最高是到达是177，下方最低会到达171，然后收盘会收在172附近。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呢，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下跌。实际上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既可以排除一个可能。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呢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